上一期视频我预测过一个趋势，按照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周期率，再加上这些年中国经济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盼着洗牌，盼着乱一次，因为在他们看来，不乱就没有活路。按这个趋势走下去，如果中共不愿意和平转型到宪政民主，最后极有可能导致内部大规模战争爆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老是想着宪政民主？首先，宪政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它比专制更好。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世界上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国际组织之一叫 OECD， 也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目前有38个成员国，成员大多是欧美、日本、韩国这类成熟经济体。按照经济学人2024年民主指数，在这38个国家中有36个属于民主国家，占比接近 95%。 同时，人的思想和行为很大程度是制度塑造的产物，我相信大家多有体会，这不是巧合，而是人类实践的规律。为什么民主制度能让国家变得更好？道理其实很简单，专制集权下，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只需要对上面负责，不需要对你负责。宪政民主下，官员的权力来自你的选票，必须对你负责。打个比喻，你现在收入低，开销大，日子过得紧，你去找官员反映。在专制制度下，官员不鸟你，因为他的位置是上面给的，跟你没关系。你不满意，他照样当官，搞不好还把你抓起来维稳，甚至判刑坐牢，遭到酷刑。但在宪政民主下，情况完全不一样。官员知道下次选举你会投票，你不满意他就得下台，所以他会想方设法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他的官位握在你手里。这一张选票的差距决定了官员是把你当主人还是把你当韭菜。它最大的价值不是让所有问题消失，而是给了你一个不用流血就能把烂官员换掉的机制。而这个机制正是避免中国一遍又一遍重演王朝乱局，无数人死于战乱的唯一出路。所以如果中共不是和平转型，也就是中国不是主动非暴力走向宪政民主体制，那中国极有可能一步一步滑向内部彻底失控，大规模内部战争爆发的局面。当然，走到这一步的原因不一定只有经济崩溃这一条路，也可能是中共主动对外发动战争，比如台海战争打输了，或者打赢了，但代价太大，国内积压的矛盾一下子全爆出来，也可能是某一场天灾，某一次外部冲击，某一个谁都没预料到的导火索，把已经堆了几十年的干柴点燃。原因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终点。不管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只要走到了那一步，中国爆发大规模抗争，老百姓走上街头，不管最初喊的是什么口号，最终动摇的是中共的专制统治，让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在中共眼里，这件事的性质就只有一个，颠覆共产党家的政权。那么问题来了，到了那一天，中共会开火吗？关于这个问题，今天中国人的看法大致分成两派。粉红派的很多人说，当然会开火，他们常年效忠中共这个黑社会大哥，他们太懂这个大哥的脾气了。在他们眼里，中共手握100万军队，武警、公安，监控遍布每个角落，谁敢造反，分分钟灭掉。他们甚至盼着这一天，让那些反贼看看大哥的厉害。反共派的一些人说，他们不敢开火，他们的理由是，中共的维稳力量其实没有表面那么强，警力就那么多，监控设备需要人操作，武警要守卫的地方太多，连军管都做不到，维稳成本被他们自己拉得太高了，连白纸运动的学生都不敢真开火，只敢抓荷官，就算要弄死人，也只能偷偷摸摸的用其他方式，开火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真到了几百万人上街的那一天，他们根本扛不住。两派各有各的道理，听谁的都不能只听。想要搞清楚中共会不会开火，不能靠猜和想象，得看事实。而谈到中共和开火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中国人永远绕不开一段历史。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这是中共自己亲手给的答案。为什么开火？事情要从1989年春天说起。那一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胡耀邦在中共内部算是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他主张政治改革，对知识分子比较宽容。他死后，很多北京高校的学生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悼念，但这场悼念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和今天一样，问题一大堆，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很大，官员腐败横行，干部子弟靠着特权做生意，老百姓叫他们官倒，大学生毕业分配不公，社会不满，
情绪累积了好几年。胡耀邦的死只是点燃了这堆干柴的那根火柴。从4月份开始，学生们走上街头，提出的诉求很简单。最初的公开诉求并不是直接推翻共产党，要求政府反腐败，给新闻自由和学生对话。学生们甚至还高唱国际歌，他们相信自己是在帮共产党变得更好。这个不是后人替他们编故事，而是学生自己当年写下来的。比如1989年绝食宣言里，学生直接点名批评官倒、腐败、权力过度集中，也反复强调要求和政府对话，还把民主和自由写成核心目标。当时北京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美国 CBS 的记者，英国 BBC 的记者，港记者团，还有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的回忆录，全都记录了同一件事。学生的诉求很温和，秩序很好，甚至主动帮警察维持交通。这不是中国人事后回忆，可能有偏差，这是很多不同国家的记者在现场同时看到的。但抗议规模越来越大，5月份北京100多万人上街，全国几十个城市响应，工人加入进来了，知识分子加入进来了，连很多中共内部的干部都公开表态支持学生。这已经不是学生运动了，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要求中共改革的大规模抗争。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和学生对话，和平解决。1989年5月19日，他还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说出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我们来得太晚了。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强硬派已经把这场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李鹏是这一路线的重要推动者和公开代表。随着局势升级，强硬派最终推动戒严和军队进京，走向武力清场。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后来在秘密录音回忆里留下了的。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讨论是否对学生运动实行戒严。按照赵紫阳的说法，当时5名常委的立场是2票赞成、2票反对、1票中立。也就是说，如果只看常委意见，并没有形成明确多数。最后推动戒严和强硬路线的不是常委正式表决，而是邓小平凭借实际最高权威拍板决定的。至于这些回忆是怎么留下来的，公开资料显示，赵紫阳是在被软禁期间自己秘密录下约30个小时的口述内容，后来由朋友们分散保存并秘密带出，杜导正等人帮助秘密录制并保存和推动出版，最后由赵紫阳秘书鲍同之子鲍朴整理出版。最终邓小平这一派赢了，赵紫阳被软禁，一直到2005年去世前都没有再获得自由。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几十万军队陆续向北京集结。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开进了天安门广场，最后开火了。而那天倒在北京街头的不只是学生，遇难者里还有很多普通市民、工人以及支援学生的围观人群，或试图阻拦军队进城的北京市民。公开资料显示，解放军当时出动了坦克和机枪，并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开火。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这段历史至今最大的谜，也是中共死死封锁的核心机密。各方来源的数字差距极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200多人死亡，包括军人。北京红十字会在6四清晨统计的医院数据是约2600人死亡，3万人受伤。后来在中共压力下，北京红十字会撤回了这个数字，但长期研究6四的历史学者吴仁华认为，这个数字在各方来源中最为可信。那中共高层最后为什么会决定开火？说穿了，核心逻辑很简单，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学生们的核心诉求是什么，而是这场运动会不会彻底动摇中共的专制统治。学生最初的公开诉求其实主要是反腐败，争取新闻与言论空间，要求和政府平等对话。但中共高层并不是按这些诉求本身来理解这场运动的。随着抗议规模扩大，他们越来越把它看成一场动乱，看成对政治秩序和统治权威的直接挑战。一旦问题被这样定义，决策核心逻辑就变了。这时候他们最怕的不是开火之后的名声有多坏，后果有多严重，而是全国都看见原来这么多人上街真的可以逼退政权。对一个把稳定和控制看得高于一切的中共专制政权来说，彻底失控往往比流血更可怕。你想想，中共高层那些人的权力、财富、地位，孩子出国读书的钱，全都建立在这个政权活着的基础上。同时，他们能坐上今天的位置，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得罪死了太多的人。政权一倒，
他们不是退休，是清算，是抄家和坐牢，甚至掉脑袋。他们是跟政权绑在一条船上的，船沉了，他们一起沉。这笔账不但他们算得比谁都清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的皇帝看得更清楚。造反得是头号大罪，必须直接诛灭九族。一个人造反，连他全家、亲戚，甚至关系很近的人一起倒霉，一起被杀。这里得强调一个关键点，中共为了确保军人能开火成功，坚定地射杀普通人，设计了一个套路。这里就不得不讲一个关键人物，徐勤先。徐勤先当年是解放军38军的军长。38军是什么部队？是中国军队最精锐的主力之一，号称万岁军，驻扎在河北保定，离北京不到150公里，2小时就能冲到天安门。在所有进京的部队里，38军排在第一梯队。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率领38军进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按照中共军委的规定，调动带武器的部队进京必须有3个人签字，军委主席邓小平、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缺一不可。但那次调兵命令上只有邓小平和杨尚昆签了字，赵紫阳反对开火，他没签。徐勤先看了命令，当场说了一句话：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上级说战争时期也这么干。徐勤先回答：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上级又让他给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他打完电话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养病了。后来他对朋友说了一句话：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这件事的细节是前新华社记者、历史学者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本书里记录的。杨继绳是谁？是中共体制内出来的资深记者，写过揭露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墓碑，是中国研究中共历史最权威的学者之一。更关键的，2025年11月，六四研究学者吴仁华公开了徐勤先当年被秘密军事审判的6小时完整庭审录像，里面徐勤先本人一句一句讲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最硬的证据，不是别人的回忆，是当事人本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徐勤先抗命之后被判了5年，出狱后在石家庄被软禁了半辈子，晚年因肺癌去世。他去世前让儿子从他的遗产里拨出10万块钱，每年清明偷偷去北京木樨地，这个地方是当年军队开火街头流血的地点，给当年被打死的学生和市民买花，署名永远是38军一个老兵。徐勤先抗命之后，中共做了什么？第一，换人。徐勤先拒绝执行后，军委立刻把38军副军长张美远提拔为代军长，由政委王福义配合执行命令。第二，换兵。38军调不动，中共就从全国各地调了几十万外地兵进京，很多是从河南、山西农村来的小伙子，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对他们来说，北京人就是陌生人，开火的心理负担小得多。第三，骗兵。进京的士兵一路上被反复播放首都有暴徒烧军车、打军人的画面，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去平息暴乱的，不是去杀学生的。等进了北京，反应过来，枪已经开了。第四，编故事。事情还没完，中共的说辞就已经准备好：动乱、境外势力、反革命、暴乱，各级干部层层传达，全国没人敢说一个不字。看明白了吗？六四开火不是失控，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套完整的、有预谋的、冷血的流程。党内分歧强行压下去，军队抗命的换调、换兵、骗兵、编故事，一步一步执行下来。只要中共这个政权的本性不变，这套流程就可以随时被再启动一次。所以回到今天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爆发大规模抗争，要求中共下台，可能实际口号不是，但是最终结果会彻底动摇中共的专制统治，也就是把中国体制从独裁专制转向宪政民主。中共会不会下令开火？根据中共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暴力基因，他们一定会下令开火，且没有心理负担。这也证明了粉红派的观点是正确的看法。但问题来了，下令开火是一回事，枪真的开得动吗？所以反共派一些人强调过，现在的中共是纸老虎，中国扛不住20声炸弹响，20个炸弹都不用死多少人，20响可能才死几十人，就能把维稳力量耗光。警民比哪儿摆着呢？就那点武警，要守卫的地方太多了，他们只敢抓人，不敢开火杀人。白纸运动就是有力的证明，都没死人，也没人敢开火，他们就居然怕了，就解除疫情风控，放开妥协了。你说现在的他们敢开火镇压？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不敢开火的观点非常有意思，也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我就来说下我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6·4中共开火了，白纸运动却没有？我的答案是，不是中共不敢开火，是还没必要到那一步。因为中共的专制政权对社会大规模抗争运动的核心评估是这件事会不会彻底颠覆我的政权。白纸运动的参与者，绝大多数人走上街头，主要的真实核心诉求是什么？是结束封控，回归正常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经济和民生诉求，不是要推翻中共，不是要建立宪政民主，更不是要习近平下台。虽然有少数人诉求是要求共产党和习近平下台，转型宪政民主，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人，而且也只是停留在口号。大多数人抗争的真实诉求是吃不上饭，而且白纸运动没有统一领导，没有公开的核心组织，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指挥，城市之间更多是彼此呼应，而不是严密协调。它是一场高度分散的抗议，靠临时串联迅速冒出来，但也因为缺少统一组织，再加上警方高压清场和事后追查，很快就被压了下去。中共看到这个局面，算盘打得很清楚，这件事的根子是清零政策，不是对我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挑战。大多数抗争的人想要的不是换政权，是解封，回归正常生活。我把解封了，这件事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抗争运动的大多数人散了，就算极少数人坚定要求中共下台，转型宪政民主，由于他们力量薄弱，抓几个人坐牢，或者再判几年刑，他们自然也得散。所以中共做了一个成本最低的选择，突然宣布放开，一夜之间从清零变成全面放开，问题解决了，抗议自然消失了。这才是关键。中共不开火，不是因为不敢，是没必要把自己上升到自己政权被颠覆的风险。6·4则完全不同，那场运动持续了将近2个月，北京高峰期超过100万人上街，工人、知识分子，甚至体制内干部都加入了。这是一场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已经深度渗透到各阶层的全国性运动。学生最开始喊反腐败，要新闻自由，要平等对话，发展到后面，连中共高层内部都出现了支持改革的声音。赵紫阳公开表态，站在学生一边，这已经不是像白纸运动那样经济民生为核心的诉求了，这是政权内部出现了分裂，是一场有极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共一党执政的危机。而且6·4最让中共害怕的，不只是人多和高度的组织力，还有抗争地点在北京的天安门，那是中共的脸面，是他权力合法性的象征。这等于把压力顶到了权力中枢门口。这样一来，中共每退一步，就等于在全国人面前宣布，只要人够多，闹够久，就能逼我让步。这个信号一旦传出去，才是真正的灾难。不是天安门这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全国各个城市的人都会学这一招，都会往各地的权力中心聚集，都会觉得有样学样就能赢。邓小平的判断是，这件事没有办法用放开来解决，学生要的不是某一个具体政策的改变，而是体制的转变，比如言论自由和平等对话。别说以前邓小平时期做不到，现在的习近平时期更做不到。这条路一旦让抗争人群成功走下去，中共的专制体制迟早完蛋，然后就是中共高层完蛋。所以他们开火了，不是冲动，是算过之后的选择。开火的代价比不开火小，这就是中共处理抗争的核心逻辑。能用最小代价压住的，绝对不用大代价；能放开解决的，就放开。但一旦判断这件事会动摇专制统治的根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一切武力力量，血腥镇压。所以6·4证明了中共会开火，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2026年的中国跟1989年的中国已经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经济结构变了，军队的组成变了，士兵也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了，老百姓对中共的信任程度也早就变了。这些变化直接决定了一件事：如果今天中国真的爆发大规模抗争，中共再次下令开火，这一枪和1989年那一枪会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开得动还是开不动，开了之后局面怎么走都不一样。要搞清楚这些变化，我们需要一个参照物，不能只看历史，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需要一个正在发生的、真实的、足够接近中国现在国情的案例。一个专制政权面对大规模抗争，真实经历了要不要开火，能不能开火，开了枪之后会怎样，整个完整过程的案例。这个案例就是今天的伊朗。为什么选伊朗？第一，时间足够近，这场抗议2025年12月底正式爆发，到今天还在持续，不是历史书里的故事，是正在眼前发生的事。
第二，覆盖完整，从经济危机到街头抗议，从政权下令镇压到枪真的开了，从开火之后局面如何演变，一整个完整的过程我们都能看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伊朗和中共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有人会问，伊朗是神权政府，跟中共有什么可比性？表面上看，一个打着真主宗教神权的旗号，一个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听起来差很远。但你把这层外衣扒掉，看里面的骨架一模一样。两个政权的合法性都来自革命打江山，不是来自选票，所以都无法被和平替换。两个政权都把自下而上的服从当成最高要求，你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但不能上街和联合对抗上级，更不能动摇政权的权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共是黑帮性质，大哥最在乎脸面。而且两个政权的军队都不是国家的军队，是政权的私有军队。伊朗有革命卫队，专门保卫伊斯兰革命；中共有解放军和武警，专门保卫党的领导。两个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都跟政权绑死在一起，政权一倒，所有人一起完蛋。这不是表面相似，是结构相同，是骨子里的同类。所以伊朗面对大规模抗争时的每一个反应，每一个选择，开火之后的每一个结果，都不只是我们的参考，而是我们的镜子。接下来我们就用这面镜子，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分3个阶段，一步一步看清楚一场抗议是怎么变成政权级危机的。到了那一步，政权为什么真的会开火？开了枪之后，局面又会怎样？先交代一个重要背景，不然你不明白伊朗是怎么发展到大规模人群上街抗议的。伊朗这个政权这些年做了几件事，把自己搞成了全世界的孤家寡人。2025年6月，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发动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亲自宣布，伊朗关键核设施已经被完全彻底摧毁。与此同时，以色列更早前的袭击还造成了多名伊朗高级军事官员和核科学家死亡。这一仗不只是打在核设施上，也打在了伊朗政权的威信上。你连自己的核设施都守不住，你还怎么跟老百姓说这个政权依然强大？到了9月，联合国制裁重启的压力又压了上来。虽然这些制裁未必能立刻掐断伊朗的所有石油出口，但市场已经没有了信心，内部的消费的投资只会更加低迷。再加上伊朗外贸经济拉动本来就在喘气，这一刀下去，经济局面只会更坏。到了12月，伊朗货币里亚尔一度跌到了1美元兑142万里亚尔，相当于7块人民币。路透的报道显示，伊朗12月通胀大约在 42% 左右，你手里的钱购买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伊朗普通工人2025年的最低工资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是600到900块钱一个月，就这点钱要解决自己和家人的温饱，还要交房租。然后你去市场看一下价格，1公斤大米要花掉月薪的1/5，德黑兰的牛肉涨到了大约每公斤200多块人民币，普通工人根本买不起。食品价格整体一年涨了 72%， 比如大米，你去年花100块能买3公斤大米，今年同样这100块只能买不到2公斤，差不多少了将近1公斤，但是你的工资1分没涨。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又宣布了上调汽油价格，这就是那根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偏偏是这件事点燃了一切？你想想伊朗老百姓当时的处境，货币已经烂掉了，食品涨了 72%， 工资买不到东西，存款变废纸。唯一让他们还喘得过气来的是伊朗政府几十年来一直给老百姓补贴的超低油价。伊朗是石油大国，汽油本来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地方之一，这几乎是政府给普通人最后剩下的一点好处，是老百姓心里最后一根。这个政府还没完全抛弃我的稻草，现在连这根稻草也要抽走了。不是汽油本身有多重要，是这个信号太清楚了，你已经穷成这样了，政府不但没打算帮你，还要再从你身上多搜刮一层。接着2025年12月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阿拉丁手机商场一带的电子和手机商贩开始关门抗议，成为之后大规模抗议的起始点。为什么偏偏是这群人先开始抗议了？因为做电子产品生意的人是伊朗货币崩溃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手机、电脑、电子零件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要用美元结算。当里亚尔跌到142万兑1美元的时候，进货成本用美元算没怎么变，但收回来的是里亚尔。你卖出去一台手机，收到的钱放几个月，购买力就少了一大半。更要命的是汇率每天都在变，今天定的价格，明天进货就亏了。很多商贩根本没办法定价，标高了没人买，
标低了自己亏，干脆不开门。这不是一时冲动，是他们真的算不过来账，生意做不下去了。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预谋，就是关门。关门之后，隔壁的人跟着关门，然后有人走上街头，然后德黑兰大巴扎的商人也加入了，然后消息传出去，多地都有人走出来了。这个阶段，抗议者喊的还是经济诉求，货币在贬值，物价在涨，我们活不下去了，政府给个说法。诉求很具体，就是要解决经济问题，跟推翻政权还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时候，特朗普又出手了，往火堆里加了一把柴。他公开声援伊朗抗议者，还警告伊朗政权，如果对抗议者开火，美国会强硬回应。这句话在街头产生了一个效果，很多抗议者会觉得背后好像有强大的人给他们做靠山，所以走出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抗议继续扩大，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从商贩到工人到学生到各行各业的普通人。2026年1月8日晚上，伊朗出现大范围断网断电话，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信号。在伊朗，政府一旦走到这一步，往往就意味着局势已经非常严重了。就在断网前后，局面彻底变了，口号变了，从我们要吃饭，政府给说法，变成了街头成片的人高喊反哈梅内伊、反神权体制的口号。哈梅内伊是谁？是伊朗的最高领袖，是整个政权的最高掌权人，简单理解就是中国古代王朝的皇帝。而习近平的集权程度还到不了这一步，只能说这意味着这场抗议已经不是在要求改善经济了，而是在直接冲击整个政权。于是事件发展到了第二阶段，抗议到了第10天前后，局面对伊朗政权来说已经非常清楚，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经济抗议了，这是有人想推翻整个政权。这个时候，哈梅内伊和他的高层必须做一个选择。让我们先看他们公开说了什么。哈梅内伊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把抗议者称为暴徒和有害分子，说他们是试图讨好特朗普的破坏者。他说了一句话，绝不向敌人屈服。伊朗司法总监说，抗议者将面临最严厉的惩罚，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宽恕。德黑兰检察总长说得更直接，任何参与抗议的人将被视为真主的敌人，最重可判处死刑。注意这几句话背后的逻辑，他们没有说我们会认真研究老百姓的经济诉求，没有说我们会跟抗议者对话，他们直接把抗议者定性为敌人、暴徒、境外势力、美国的走狗。为什么要这么定性？因为一旦你承认抗议者是在提合理诉求，你就输了。你承认他们有道理，就等于承认你自己有错，等于承认老百姓有权利对政权说不。这个口子一开，接下来老百姓就会问，你既然承认做错了，那你凭什么还坐在那里？所以专制政权面对抗议时的第一步永远是定性，你不是在维权，你是在捣乱，你是敌人的棋子，你是想颠覆国家，把你定成敌人才能对你动手。这套逻辑，哈梅内伊和邓小平用的是同一个剧本，但口号是一回事，真正的决定是另一回事。根据多方来源证实，哈梅内伊在最高国家机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抗议者实施武力镇压，也就是开火了。为什么他一定要下这个令？你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想一想，哈梅内伊从1989年开始担任最高领袖，干了37年。这37年里，他控制着伊朗的军队、司法、外交、媒体，革命卫队的指挥官是他的人，法官是他任命的，电视台播什么是他说了算，整个权力体系都建立在他这一个人的最高权威上。现在街上有人在喊哈梅内伊去死，有人在升起推翻他政权之前的旧王朝旗帜，有人在要求政权更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他不镇压，这场抗议成功了，那么他本人、他的家人、他身边所有的高层、革命卫队的将军们，掌握着无数经济利益的宗教人士，所有人都会一起完蛋。而且伊朗有一个跟中共武警性质高度相近的力量，革命卫队。革命卫队不是普通军队，它建立的唯一目的就是保卫伊斯兰革命，说白了就是保卫这个政权。革命卫队的将领们知道，政权一倒，他们掌握的经济、帝国、军工企业、石油利益全部归零。他们比哈梅内伊更急着想镇压，所以当哈梅内伊下令的时候，没有人反对，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坏人，是因为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船沉了，大家一起沉。所以当开火之后，事件就进入到了第3阶段。记住，我们讲伊朗不是为了讲伊朗，最后是为了对照中国。2026年1月8日到10日，镇压开始了。
这是整场动荡伤亡最惨重的3天。安全部队进入各大城市，根据现场目击者和医疗系统内部人士的记录，德黑兰、色拉子等地的医院被大量枪伤患者淹没，部分医疗机构被迫暂停非紧急服务。有目击者描述看到部队使用机枪向人群扫射，有证据显示当局使用冰淇淋车和冷藏车秘密运送尸体，进行大规模秘密埋葬。死了多少人？这个数字各方来源差距极大，原因只有一个：伊朗政府全面断网，秘密运走尸体，封锁医院数据，把一切证据都往地下压。伊朗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117人，说其中包含约200名安全部队人员，但这个数字几乎没有人相信。总部在美国，专门追踪伊朗人权组织伊朗人权活动者通讯社逐个核实死者身份，截至2月底确认了7007人死亡，其中6488名是抗议者，至少236名是未成年人，另有9000多起死亡案例仍在核实中。联合国与国际特赦组织在1月至2月的报告中，估计死亡人数在5000到2万人之间。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根据从伊朗医疗系统内部获取的报告，认为实际数字极可能触及2万的高位。时代周刊和卫报引述伊朗卫生部高级官员及医院内部数据，认为死亡人数已超过3万人。人权观察在1月26日发表报告说，他们检视了大量抗议者头部、胸腹部位中枪致死的证据，认定这场屠杀在伊朗史无前例。真实数字是多少？和6四一样，可能永远不会有官方答案。政府断网就是为了让你永远不知道，而一个政权越是拼命藏，往往说明真相越难看。与此同时，根据总部在美国专门追踪伊朗人权组织伊朗人权活动者通讯社统计，整个抗议期间超过53000人被捕。表面上1月中下旬，伊朗街头暂时安静了，镇压成功了，但那个让人们走上街头的问题，通胀 42%， 食品涨价 72%， 里亚尔一文不值，一个都没有解决。子弹能打死人，打不死一个经济崩溃的现实。美联社在报道这段时期时用了一个词，说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情绪，不是平静，是深深的绝望。绝望的人比愤怒的人更危险，因为绝望的人已经不在乎失去什么了。2026年2月21日，第二波抗议爆发了，这次带头的是大学生。1月死了几万人，5万多人被抓，整个社会被恐吓了一遍，代价这么大，不到2个月，街上又有人了。而且这一次走出来的是本来最应该被吓住的年轻人，他们看到了1月死的那些人，还是走出来了。这说明一件事，当镇压已经大到这个程度，它的威慑效果开始失效了，人们见过最坏的，不再害怕了。就在这个时候，外部局势彻底改变了整个游戏的规模。2026年2月28日，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当天，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难，包括国防部长、革命卫队总司令、国防委员会秘书在内，约40名伊朗高层官员同日身亡。哈梅内伊的女儿、女婿、孙辈也在袭击中死亡。伊朗政府宣布全国哀悼40天。你想想这个画面，哈梅内伊1月下令开火，以为这样就能保住政权，结果不到2个月，他死在了自己政权引发的这场连锁反应里。伊朗随即向波斯湾周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攻击途经的油轮。霍尔木兹海峡是什么地方？全球大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要从这条海峡运出去，一封锁，全球油价立刻暴涨，全世界都跟着痛。战争就这么打起来了，两边都在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3月底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开战以来，联合作战部队已对伊朗超过11000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反击美军在中东各地的基地。随着美军士兵伤亡的消息一批一批传回国内，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响的声音：为什么普通人的孩子去送死，特朗普的儿子不去？这句话每次美国打仗都会有人问，越战有，伊拉克战争有，这次伊朗战争也有。他戳破了我们在保卫国家这个说法，因为最有权力做决定的那些人，自己的孩子从来不用去。特朗普一边说我们已经赢了，一边承受着油价上涨、民调下滑、反战情绪蔓延的压力。多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这场战争，北约盟友拒绝出兵。德国总理直接说，伊朗战事不是北约的事。4月7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双方宣布临时停火2周，开始谈判。
这是40多年来美伊之间级别最高的一次面对面谈判。4月11日，双方代表团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顾问库什纳出席，伊朗外长和议会议长也来了，谈了整整2天，一直谈到深夜，但谈崩了。核心分歧有3个：霍尔木兹海峡谁来控制？伊朗的铀浓缩要不要全部停止？冻结在海外的伊朗资产要不要解冻？伊朗坚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还想向过往船只收通行费。美国坚持伊朗必须完全放弃铀浓缩。4月12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谈判破裂，代表团离开伊斯兰堡返回华盛顿。谈判破裂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依然混乱。4月17日，伊朗方面表示，海峡已重新向商业船只开放，但路透社4月18日报道，通行仍未全面恢复，只是出现有限度的航运恢复迹象。英国外交大臣同日也呼吁尽快全面恢复航运。就在同一天，还有2艘印度旗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说明当地的安全风险依然很高。这就是2026年4月18日伊朗目前真实的局面。伊朗的专制政权垮了吗？没有，哈梅内伊死了，但政权机器还在转，革命卫队还在打仗，由总统、司法总监和一名宗教法学家组成的临时委员会接管权力，专制体制目前继续运转。所以看完伊朗这3个阶段，现在我们把这面镜子转过来对准中国。伊朗这轮抗争表面上的导火索是经济崩盘，但这背后真正的根子是什么？是伊朗这个专制政权几十年来的腐败、资源错配、治理失灵，把国家的钱拿去养革命卫队、养代理人武装、养宗教特权阶层，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苦到最后再也忍不住。这个逻辑跟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周期率几乎是同一回事，表面是国家财政崩了，根子是专制统治造成的必然结果。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同一条路，经济持续恶化，房价腰斩，但债还在。青年失业率超过 20% 后，干脆停止公布，地方政府财政枯竭，只能靠罚款补窟窿，讨薪工人拿不回钱，维权的人被解访抓走。这不是偶然的经济周期，是中共专制体制必然走到的结局。权力不受制约，资源必然向权贵集中，底层必然被榨干，而所谓境外势力只不过是催化剂，根本在于自己太烂，总有一天某一根稻草压下来，也有极有可能会爆。那根稻草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一旦火点起来，升级的逻辑跟伊朗一模一样。不管最开始喊的是什么口号，反腐败也好，要工资也好，只要规模够大，持续够长，中共就会看到他真正害怕的那件事。老百姓敢上街，本身就是对他合法性的挑战，这个口子一开就关不上。不管口号喊的是什么，只要触动中共的专制统治，动摇他一党永远执政的根基，在中共眼里，这就已经是颠覆，性质跟6·4的学生没有任何区别。那个时候抓捕和恐吓还管用吗？伊朗1月8日之前抓了几千人，杀了几十人，以为能吓住大家，结果没有抗议，继续扩大。这说明一件事，专制政权的恐吓是有上限的。当绝望积累到够深，当参与人数超过某个临界点，恐吓就失效了。人们见过最坏的，就不再害怕了。到了那个时候，中共只剩下一个选择，开火。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道政治算术题。习近平、政治局常委、军委高层靠着体制发财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权力、财富、子女的前途，全都建立在这个政权活着的基础上。政权一倒，不是退休，是清算，是抄家，是坐牢。就算放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逻辑也不会变。专制的终极悖论就是，他越想保住权力，就只能靠暴力和谎言，谎言失效就得加强暴力，加强暴力激化矛盾，越激化矛盾就越需要更多暴力。反之，暴力失效，政权垮台，这个利益链条上的所有人都完蛋，所以他一定会开火。根据中共自己的历史，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意愿，而且有整套的完整流程，再加上伊朗这次的开火经验，会更好的优化它的流程。然后呢，开了枪，局面怎么样？伊朗告诉我们，开火之后，第2波抗议来了，外部军事打击来了，哈梅内伊死了，战争打到今天还没结束。一个从商贩关门开始的经济抗议，4个多月变成了一场地区性战争，死了几万人，经济损失2700亿美元，到2026年4月还在消耗，没有终点。中国开火之后的局面会比伊朗复杂得多，残酷得多。中国有核武器，
这意味着外部像打伊朗那样直接出兵的可能性极低，但经济制裁几乎是必然的。欧美会制裁，跨国企业会撤离，外汇储备面临冻结威胁，人民币会贬值，外贸会受冲击。制裁叠在一个已经恶化的经济上，只会让底层人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制造更多绝望者，点燃更多火苗。俄罗斯、朝鲜这些专制国家会站出来支持中共，提供物资和外交掩护。专制政权之间有一种本能的互保逻辑，而且中国还有更复杂的火药桶。新疆和西藏的问题，这两个地方几十年来压抑的矛盾，在中央权力出现真空的那一刻，会以极快的速度爆发。历史一次次证明，每当中国中央政权崩塌，边疆就是第一个失控的地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比伊朗大太多了。伊朗开火靠的是几个关键条件：革命卫队高度忠诚，断网切断信息，全国主要城市相对集中，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可以调动一切。就算这样，伊朗还是死了几万人，第二波抗议还是来了，外部军事打击还是来了，到今天还没结束。中国开火这几个条件未必都成立。中国有31个省，几百个城市，14亿人口。如果抗议已经大到让中共判断必须开火的程度，那这场抗议绝不会只在一个地方，它一定已经同时在几十个城市蔓延。你在北京开火，上海怎么办？成都怎么办？广州怎么办？你能同时在几十个城市同时压制吗？伊朗断网切断了消息传播，但中国的互联网早就被几亿人绕过无数次。VPN、境外平台、卫星通信，你断网反而可能成为点燃更多人走上街头的信号。更关键的是人心，伊朗的革命卫队几十年来被专门培训成对抗本国人民的工具，意识形态高度绑定，忠诚度相对稳定。但中国的解放军和武警士兵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的父母、兄弟、邻居可能就在那些抗议的人群里，让他们对自己的家乡人开火，和1989年调外省兵进北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中国开火之后，最可能发生的不是压住了、结束了，而是开火本身变成了点燃全国的那根导火线，让更多城市的人走出来，让更多军队内部出现裂痕，让局面以一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彻底失控。简单说就是，伊朗开火没有压住，反而越来越乱。中国如果开火，只会比伊朗更乱，因为中国比伊朗大太多了。到了那个时候，历史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912年，清朝在内忧外患中垮台，旧朝廷倒了，建立民国。民国撑了没几年，就军阀割据了。也就是说，袁世凯死后，中央政权彻底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力，各省各地的军事强人拥兵自重，各立山头。北洋军阀分裂成好几股势力，互相打。各省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一方，今天你攻我，明天我打你，后天联合起来打第三个。张作霖在东北，冯玉祥在西北。各地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就是土皇帝，收税、征兵、抢粮。老百姓从一个军阀的控制区逃到另一个，发现哪里都一样，谁有兵和粮，谁说了算。普通人没有选择权，只有被卷进去。这场乱局从1916年打到1928年北伐，10几年，然后北伐统一之后，又打了抗日战争，又打了国共内战，直到1949年，前后30多年，中国才勉强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这30多年最惨的是谁？不是那些军阀，他们有兵有枪有地盘有钱，是那几亿普通老百姓从一场战争逃进另一场战争，从一次饥荒挨到下一次饥荒，死于战争的，死于饥荒的，死于瘟疫的，死于各路军队打粮的，加起来是一个今天很多人不敢面对的数字。中国中央政权一旦失去控制力，走向军阀割据，几乎是历史的惯例，不是例外。到了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值得想一想，核武器。现在中国有核武器，这让外部势力不敢轻易动手。但如果中央政权已经碎了，谁来控制这些核武器？是效忠中央的某一派军队，还是割据一方的某个军阀，还是在混乱中被某股力量抢走控制权？一个统一强大的核国家是威慑，一个分裂内乱的核国家是灾难。到了那个时候，核武器非但不能继续保护中国不受外部干涉，反而可能成为外部力量进入的最大理由。我们不能让一个失控的核国家就这么乱下去，又或者其他理由。这时候外部力量进场几乎是必然的。外部力量进来是好事还是坏事？带来的是秩序还是瓜分？是帮助中国人民还是趁机取利？这不是今天这集视频的主题，留给大家自己思考。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走到那一步，中国人已经没有能力自己决定答案了。所以以后出现中国人大规模抗议，核心触碰到中共的专制体制，中共一定会开火。开火之后，中国极有可能走向内部长期战乱，各方势力割据，战争持续不断。而从头到尾，最惨的永远是在中国的普通人。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但如果中共不改变，这就是历史给出的答案。所以最后，我想对中共说一句话：如果你们把我们这些中国籍被你们定性为境外反华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所有反贼，全部安全接回中国，保证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给我们言论自由，让我们自由组建政党，跟你中共在同一个舞台上公平竞争，谁赢谁来当执政党，让中国人民来投票决定。我们一起把中国和平带向宪政民主，带向文明繁荣，那中国以后的那些不利结局，也许真的还有救。